画面的内容呢，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精。不是说我们画的越多，画就越好。有的时候少即是多。虽然我们注重外形的起伏变化，但是外形的穿插关系也要注意。看轮廓上的这些穿插，包括这个地方的穿插，这种由细线转到侧线，它也体现了造型上面的一些变化。造型上由薄转厚。这个呢，我们继续来画人体速写，还是先抓它的剪影形。然后我们抓形的过程啊，越来越简略，但是抓形所需要看的那些东西一点没落下。这次呢，咱们简单的勾一下，然后开始画。这次呢，在他身上所画的东西就比较少，然后把他头发可以这个勾得更充分一点，按照头发的生长规律，它的走势，按照它的造型分组，然后在一边画一边去看它的形状，一边去具体找它的形。这是垂下来的刘海。然后换个细一点的笔，鬓角的头发呢勾一下。加上这一点小碎发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自然。这回呢，我没有刻意去做它的亮暗的线条的区别，只注重这个形状。然后把它身体上这些轮廓上的一些变化，给它梳理一下、整理一下，该弱化的弱化，该加强的加强，让这个形感更饱满、更丰富。然后在肘关节、耻骨鹰嘴这个位置稍微的点缀一下，在手臂根部这里稍微的点缀一下，肩胛转角这个位置。这个是小拇脚趾，然后另外的脚趾呢，在这个角度它叠起来了，
这里看到的是大幕交织，这里是第七颈椎，这边的肩胛骨呢也给它带上一点。腰椎后边这个棘突是凸出来的。画面的内容呢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精，不是说我们画的越多，画就越好。有的时候少即是多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条，一开始起稿的线去一去。这个是用线表现人体的另一种形式。我们弱化了它体积的东西，更多的是注重它整个形状，那么它也能呈现一幅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画面。然后呢，再做一些细节的修饰。虽然我们注重外形的起伏变化，但是外形的穿插关系也要注意。看轮廓上的这些穿插，包括这个地方的穿插，这种由细线转到侧线，它也体现了造型上面的一些变化。造型上由薄转厚。这一课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